现在 X 都已经是10年前的作品了，时间转瞬即逝。你怎么也不会想到，X 奥特曼刚上映时口碑差点直接崩塌，因为它诞生在新生代奥特曼备受质疑的特殊时期，还因其罕见的设计被戏称为耳机宝宝。但随着时间的沉淀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，这是一块被严重低估的金子。随着中后期神回剧情的频繁出场，让它的风评一度2极反转。现在普遍认为，它是新生代中的神作守门员和单元剧之王。初期的核心争议是它整体的形象设计，最大的槽点就是 X 的头部，这个造型看起来就像戴了一副耳机，于是耳机宝宝这个称号就此诞生。而他身上披挂了怪兽装甲，世纪银河的火花人偶之后，X 也开始了借力量，但借的并不是前辈奥特曼，而是怪兽的力量。怪兽装甲虽然设定新奇，但在当时后上战胜银河、流水线剧情的影响下，观众对这个模式就已经明显不买账。彼时新生代奥特曼不行的论调铺天盖地， X 作为紧随其后的作品，不可避免的被当成了出气筒。当然 X 用时间证明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当人们开始逐渐静下心来观赏，发现这部作品远远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。X 首次回归完整的防卫队设定，桀骜的整体系统非常完善，所以我们在剧中经常能看到人类大战怪兽的高燃场景。而 X 的故事始于一场宇宙级的意外。15年前，一位名为 X 的光之巨人将格里扎扔进太阳之后，引发了剧烈爆炸，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奥特耀斑。这股力量也使地球受到波及，让过去已经成为人偶的怪兽再次实体化。而 X 在数据化之后，与大地在关键时刻融合，得以重新战斗。当年的那股耀斑也间接地带走了大地的父母，成为孤儿的大地并未被击垮，反而继承了父母的志向，加入了地球防卫组织吉奥。他的核心梦想是能够和怪兽和平共处，并和哥莫拉建立伙伴关系。这一作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大地与 X 并不是简单的变身工具和人间体的关系，而是2个独立意识的双向合作。他们战斗时会互相沟通，还会经常在终端设备中聊天斗嘴。而大地本身是一位怪兽生物学家，这2种不同的性格设定交织在一起，在新生代中也是独树一帜。虽然 X 的特效被一度称为光污染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打造出了非常具有未来感的风格。同时他对前辈的致敬也非常克制，比如奈克瑟斯和以往的失能者客串回归，赛罗麦克斯登场等等，都没有喧宾夺主，而是服务于主线。在商业化浪潮和巨大舆论压力下，他没有一味迎合市场，反而凭借高质量的剧本、精良的制作和深刻的主题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逆袭之路。X 这部作品质量好与否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。よく頑張ったね、大地。いい仲間を持ったな。